哦，碧池同志，在强同志，怎么着，还不赶快回去休息啊？睡不着，坐在这儿啊，好好消化一下你们的批评意见。这个话虽然是有点刺耳，也是为了你好，为了中国革命好啊，还是希望你能真心消化啊。我理解，我这个人呢，从来不逃避反对的意见和批评的意见。哎，砸锅骂娘都可以啊，只有这样才能进步嘛。恩来呀，让我给你带几本书，这都是最新翻译的马列主义著作，他让我告诉你，回去认真的多读几遍。真是雪中送炭呢。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1932年1月，毛泽东起草对日战争宣言，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的旗帜。同志们，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9·18以武力强占中国东三省后，继续用海陆军占领上海、嘉定各地，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地，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等地被损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恩来，恩来，毛主席，哎呀，头发长了，人也瘦了，你也瘦了，哎，咱里边说去，走，请。毛主席现在的确是苏维埃主席。告诉你一个消息，中央啊，很快都要到苏区来了。来了也好啊，多看看实际情况，多和农民交交朋友。顾顺章的叛变影响很大，我们的损失不小。中央在大城市待不住，王明去了莫斯科，博古负责国内的实际工作。恩来呀，这应该是我们第3次站在一起了。第1次在广州，第2次在武汉，第3次在闽西的小山沟沟里。是啊，只要是中国革命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们总是会坚定地站在一起。我担心啊，又要到紧要关头了。哎，我在周围走了走，群众发动得很充分啊，军队面貌也很好。以前我在上海的时候啊，通过电报了解你们，真的到了实地，感受还是很不一样的。还是你了解我呀。即便如此啊，人家还是会说我右倾，还有机会主义，犯的错误一箩筐。苏区居民浴血奋斗创造出来的果实，在人家眼里就等于0啊。老毛啊，老毛，你还是那个霸蛮脾气。牢骚可以发，但你对人对事的态度，还要给自己留些转圜的余地。我做不来啊。即便遭遇了不公，我也要坚持真理，坚持走正确的革命道路。只要中国革命的大业可以成功，我早就把个人的荣辱置之度外了。不管遭遇什么，我们绝不要改变自己的初心。毛主席，你得给我介绍一下咱们苏区这边的情况，同志们的情况，农民的情况。我需要对这一切
有很多的了解。好啊，我给你讲讲这个苏区啊。来，伯古同志，一路辛苦，一路辛苦。作战很艰难吧？这个不提了，九死一生啊。还好，没出什么大事儿。交通线上的同志都是好汉。我们赶紧下去吧，饭菜都给你们预备好了。走。饭菜不着急啊，我们得先洗个澡，袜子都破了。放心吧，早就都准备好了。哎，毛泽东就在那边养病呢，你们要不先去看看他？好，正好我想会会他。走。中央还有很多大事要做，回头再说吧。来，我瘦了。事实证明，老毛的战略战术一如既往的有道理。指挥员们也都支持。看起来，红军离不开老毛啊。是啊，可那几个新来的，恐怕不会接受吧？那也必须得执行正确的军事路线。但是可以换个说法，把老毛的那套说成是你总司令的战略方针，那其他人就无话可说了。这倒是个好办法。看来，那我朱德可要谈天功劳啊！一切都得从实际出发。我相信，历史会证明我们的。痛快啊！这几场仗打得真是痛快啊！俘虏上万，缴获无数，这也算是渡过一大难关呀。这第4次反围剿，用的还是老办法。没错。所以说，老毛的办法就是好，就是对，你就得坚持执行。哎，老林，说说吧，你们一军团俘虏多少啊？没你3军团多。你少来这套，那谁不知道你老林最会打埋伏了？啊，哼！算了，不为难你了，咱们去5军团看看，看看他们俘虏多少，好不好？啊，对了，老张，你负责清点缴获的物资，弄仔细了啊。明白。走。毛主席，您这身上有病，就别再干了啊！胡主席啊，参加劳动锻炼身体，这病好的会快一些。我这个主席啊，和你毛主席那是没法比呀！哎，两个都是主席，两个也都是党员，这主席都一样。大家好好干啊！主席啊，小平啊，什么？你还敢来看我呀？为什么不敢？继赣南会议之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会后不久，临时中央先以要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调回后方。接着撤销了他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毛泽东一边养病，一边进行调查研究，继续为革命工作。小平，我写了几封信，你啊，找人送到前线去。他们虽然不让我带兵打仗了，
但是提建议，我还是可以的。好，有朱德、林彪，还有彭德怀他们，军事斗争不会有太大的偏差。主席，很多人为你鸣不平，彭德怀骂了娘。哎，这个话呀，以后就不要跟别人再讲了。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干部，不能给别人抓小辫子的机会。赤患日益严重，第4次围剿遭遇挫折。我们计划调动50万大军，对各赤化区发动第5次围剿。重点是踏平赣南、闽西赤化区。50万不够，要调动100万的兵力。诸位，停战协议已经签订，日本人停止进攻了，北方稍事平定。我们要趁这个机会，举半国之兵力，对付区区几万红军，一定要将他们一举歼灭。委员长有此决心，陈诚愿戴罪立功，再次出师。好，柏林啊，你呢？我对共产党这套比较熟悉，如果委员长信得过的话，我倒是愿意跟陈诚老弟争一争这个先锋官的位子。二位都是勇将，不必争，你们可以一起出师嘛。诸位，朱毛的战法灵活多变，之前我们长驱直入总是吃亏，这次要改变一下，采用堡垒战法，步步为营，一里地一里地的占领赤化区，占领立即巩固，要把他们困死、饿死、憋死。我们要战可以驱人之兵，不战也可以驱人之兵。赤化区民众方面如何处置？赤化区的民众匪化严重，恐怕是无可救药了。我看可以让前线的官兵自行处置，可以烧杀，不然不足以绝后患。产供义勇队随大军出征，做好巩固地方政权的任务。可这个产供义勇队成分都是些土豪劣绅、土匪恶霸，交给他们。柏林，不要说这样的话嘛！啊，何部长，我的意思是说，打仗嘛，交给正规的军队，用不着那些烂仔助拳。好了好了，诸位，平定赤患，我们要用尽所有的力量。争斗了这么多年，了结的日子就要到了。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啊，老蒋第5次围剿就要开始了。这次动用的兵力庞大，而且还增加了飞机和重炮。来得好，借此机会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迎来中国革命的高潮，这是天降大任，也是难得的战略机遇啊！现在的情况是，敌人数倍于我，我们如何才能够做到彻底的消灭他？他搞堡垒战术，我们也搞堡垒战术，以堡垒对堡垒，再加上短促突击的打法，必然取得胜利。这个我想说一下，第4次反围剿我参加了，也是敌强我弱。我们采用的是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弱点，逐个击破的方式，打得非常好。恩来啊，你这还是没有摆脱毛泽东的恶劣影响呀。他那一套跟世界革命的潮流那是格格不入啊。红军每战每胜，这总是一个基本事实吧？伯承，你也是在苏联学习过的同志，应该懂得国际和莫斯科的意见，一定是有益于革命的。那今天我就正式的给大家宣布一个天大的喜讯，共产国际给我们派来了一位军事顾问，他是一位1战的时候就加入到德国共产党的老资格，曾经在巴伐利亚和反动派浴血奋战，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材生，同时也是远东局的重要领导。
让我们一起欢迎李德同志。Спасибо, товарищи. 请李德同志发表指导意见。Дорогие мои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спасибо вам за такой теплый прием. 亲爱的中国同志们，热烈的拥抱你们。 Товарищи, 同志们，世界革命的高潮正在到来，中国革命将在东方掀起红色的巨浪。你们的军事斗争非常勇敢，作为一个老战士，我对你们表达深深的敬意。但是，现代战争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必须跟上时代的脚步，使用科学的、先进的、伟大的战略战术，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敌人的进攻已经开始，他们是反动的、懦弱的，必将失败的。我们要依靠坚固的攻势、密集的火力、有力的短促突击，不断地消灭他们、削弱他们，直至他们失去战斗力。这之后将是他们败退的时刻。红军必须毫不犹豫地奋起追击，夺取伟大的胜利。谢谢。首先，我们感谢李德同志对我们的肯定还有指导，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红军的轻武器不错，可是火炮很少。那么我们如何能够部署密集的火力呢？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缺乏大炮只是暂时的。红军必须搭建足够多的碉堡，构筑足够坚固的阵地，用阵地战消耗敌人的火力和兵力。这不是被动死守吗？Пассивный и активный – это два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их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主动和被动是一组辩证的矛盾。阵地战不是死守，必须合理使用短促突击的战术。短促突击我已经讲过了，希望你以后认真听我的话。我也是伏龙芝的毕业生，现代战争的理论不仅仅是阵地战一种。Теоретически да, но у вас нету ника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 Я не думаю, что вы участвовали. 理论是正确的，你们缺乏实战经验，你们没有参加过现代战争。我们必须认真领会李德同志的指导意见，打好第5次反围剿，在学习中领略什么叫做真正的战争艺术。连长，怎么样了？鬼影子都没见着，我这个连长就给炸成排长了。损失这么大吗？敌人一炮下来，咱们一个排就没了，这样下去顶不过明天的。这样，跟同志们说，先扛一扛，等敌人冲过的时候，咱把损失夺回来。放心吧，军团长。奶奶的，他们也不听啊！打的算什么鸟仗？怎样？好了吗？来。主席，这些是哪次战斗的伤员呀？哪次战斗？守堡垒守了1天就伤了这么多，您还没看到牺牲的同志，身子连个整形也没了。是你们前方指挥不力吧？洋人专家制定的战术，上头要求坚决执行，我有什么法子？
拉起这么个队伍有多难？就这么一天倒一片，一天埋一片，我看过不了几天，连我都得填进去。你就不能机动灵活的打一下吗？试过了，没用，就这么点战略纵深，远程机动上面不允许，短促突击怎么打，都给你规定好了，就连机枪摆在哪里都得给你画图。你要是不执行命令，就对你执行纪律。这什么专家？纯粹胡闹嘛，这不是？好了，都是自己人，不要太激动，先照顾好伤员。毛主席，以前跟着您怎么打怎么赢，可是现在，部队上多少铁打的汉子，半夜里偷着抹眼泪，说进了堡垒就是进了活棺材。您得站出来说话呀！老张，去忙你的吧。往里，赶快！李协，其实我心里跟老张想的一样，我盼着你能出来。这个时候啊，还是不要说这样的话，被别人传出去，连累你也干不成了。那可不成，我得带好队伍，这是咱红军自己的队伍。主席，我忙去了。如果找着烟叶，我给你送去。好。弹药消耗巨大，经费花费1万，比预计的高得多啊！花费的再多，消耗的再大，也得让他们打呀。炮弹还是应该管够的。我已经让他们想办法向外国银行借款了，实在不行，我们自己再印一点钞票。对了，部队的伤亡数字情况怎么样？不算多，每日前进5里。完成后就地固守，修建工事碉堡，各部队执行的都很坚决，也就避免了损失。好，这个堡垒战法还是有效的，一定要把共军困死在这个堡垒当中。湖南、广东方面都在倾想，这些人见到钱就积极，见不到就磨洋工啊。这些个家伙，现在这个情况没办法，先给他们。等到这个事情过了之后，怎么吃进去，我让他们怎么吐出来。是。准备，打！同志们，敌人上来了，咱们就压下去！敌人敢冲锋就是来送死，一枪撂他一个脑壳，放进来打！给我打！别管我，我们送你就医了。打！我们给我救你！哎，你怎么来了？没事吧？啊，没事。我看看，这就没事啊？我还能打。散架，必须合作，这是命令。我操！Примитивная тактика. Примитивные войска. 非常糟糕的战术，非常糟糕的部队。
Ни капельки не смогли исполнить того, что я задумал. 完全没有执行我的部署。Я никогда в жизни не видел такой примитивной армии.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糟糕的军队。军事顾问，你凭什么说红军是糟糕的部队啊？ А разве по результату боя этого не видно? 战果还不说明一切吗？ Ваша оборона была просто 你们的 ужасна. 防御非常 Вы не 松懈， смогли 没有顶住 сдержать 敌人的 напора 进攻， противника. 没有发动有力的短促突击，指挥员是不称职的，非常软弱。你告诉他，指挥员可以批评，但是不许辱骂红军。李德同志没有辱骂红军，他是在为战斗原则执行不力而感到痛心。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我军坚决执行了这一原则。结果呢，红军损失很大，敌人赶不走，眼看就快到瑞金了。这是你们脑子当中的经验主义在作祟，你们就没有领会到现代战争的精髓是什么？可问题是没有本钱，你怎么跟人家比宝啊？敌人一拉就是几百门的大炮，天上飞的都是飞机。红军呢，缩在乌龟壳里，那一个炮弹下来就全没了。短促突击也搞了，搞不动，敌人的兵力10倍于我，突击，那就是往火网上撞。我这个军团长，就快变成军长，变成团长了。 Вы слишком преувеличиваете мощь противника. 你们过度夸大敌人的强大， Вы пренебрегаете новой тактикой ведения боя. 忽视先进的战略战术， Вы не подчиняетесь моему командованию. 不服从我的指挥。我认为你的指挥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好，坐下，再放肆处分你啊！ 都是爹娘养的，眼睁睁的看着战士一个个牺牲，你们不心疼吗？来人，不武同志，你不是要倾听一切同志的声音吗？老彭，你的脾气也要改一改，发火能改变战局吗？坐下，老总，咱们红军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一个营一个连怎么拉上来的？怎么上刀山下火海走过来的？这个大家心里都清楚吧？这是革命吗？是革命吗？ 分明就是砸锅拆房，在外野天不知道心疼。Что он сказал? Это трудно перевести. 说什么？我跟他说这句话很难翻译，没翻给他。那也翻，一个字不落的翻给他。在卖野田，不知道心疼。老彭，坐下。我坐不下。坐下，喝水。有了问题就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别说其他的，那些没用。解决问题是吧？那我来问问你，林彪，你不是支持短促突击的吗？你是不是还写过短促突击的论文？我的短促突击和国际专家那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啊，你们呀还是没有把那个原理啊弄通。打不了胜仗的原理，永远弄不通。你这是前后矛盾。 你的问题比彭德怀还严重。如果这么说，董振堂、罗炳辉他们的问题都很严重，我朱德的问题就更严重，红军官兵的问题全部很严重。你能代表红军官兵吗？能。你可以去问问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他们怎么说？有些话我都说不出口。够了，朱德同志，你是总司令，党让你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你要坚决听党指挥。 能坚持真理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能打胜仗的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你们把刘伯承搞下去了，想搞我朱德，我可以下连队当兵。行了，每个党员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每一个干部也要相应承担该承担的责任。现在前线战事很紧，你们几个同志回前线指挥战斗去。去啊！ 夏祥，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我一直在听啊。广昌大捷，兴国大捷，南路已经攻克军门岭，东路已经打到松毛岭，不出1个月，4路大军就可以会师瑞金。方志敏北上所部也已被我后方大军围困，正在进行插脚。 这一回赤匪作战极不见章法，兵分6路来战，
在每一个方向上，我军都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我看这个时候可以加把火，我愿意率领本部直捣瑞金，占领他那个所谓的赤都。文林啊，十拿九稳的事情就不要着急，不争这一日之早晚。现在我们6路接战，每日消灭共匪1000人以上，照此下去，剿匪安内的大计就要实现了。所以，切记不要节外生枝。是，委员长考虑的周全。何健，你东有朱毛，西有贺龙，4战之地，你辛苦了。虽然我们是2线作战，湖南的部队还担得住。好，我很快就会派中央大军来支援你。伯利，你也会有用武之地的。诸位，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取得赣南和闽西的最后胜利，所以我希望诸位要精诚团结。是。我们伤亡这么多人，每天部队伤亡的人数都在大量的增加。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被打成这个样子？大家快想想办法吧！要是没有别的办法，就只能战略转移了。总司令，如果我们死守中央苏区，能坚持多久？最多能坚持1个月。如果敌人派2支队伍突然猛攻，估计连10天都挺不了。那还来不来得及？我们主动出击，切到敌人的后方去，诱敌回援。来不及了，太晚了。回旋余地已经全部丧失，敌人已经学会了鬼机灵。如果2个月之前，哪怕1个月之前早出此策，也不至于这么被动。战略转移，西征。我同意。现在6军团已经向西与贺龙会合，我们集结主力，找他们去。对，打开一个新局面。只有这个办法了。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实际上，早在1934年4月28日，广昌保卫战失利后，5月初，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回电同意。9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加紧对苏区腹地发起进攻，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000多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